当地时间周六，乌俄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博多利亚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俄进行第3轮谈判后，双方以视频方式开展了系列沟通，并成立了工作组。目前，双方已经接近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 博多利亚克表示，乌俄双方提出了多种解决冲突的建议。对乌方而言，将签署的协议中应包含双方停火、俄罗斯撤军、签署和平协议、修复乌克兰境内受损基础设施等原则性立场。最重要的是，使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博多利亚克进一步指出，乌俄双方将致力于签署一份全面和综合的协议。目前，工作组正在研究相关方案，并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以形成文本。最终的协议文本将由2国总统签署。他表示，在就关键立场达成一致前，双方不会透露谈判细节或作出解释。 对于俄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团队目前已经开始讨论相关的具体议题。他希望和平进程能够落实到具体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举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时表示，以色列耶路撒冷可以成为俄乌谈判地。以色列在俄乌冲突中试图发起调解。贝内特本月5号曾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普京面谈大约3小时，随后与泽连斯基通电话。 6号又再度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他的提议可能不只是谈判地点要在耶路撒冷，他希望的是以色列能够扮演更多、更进一步的角色，可能希望以色列能够发挥更多的一些能耐，去影响普廷的一些决策。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从国际调停来看，所谓的第三者要看他的身份和他的资源，通常能够扮演那种很主导性的这种第三方，大概还是这种大国或是强权。 与此同时，俄法德领导人持续就俄乌局势进行沟通。当地时间周六，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法国总统府对外表示，通话进行了1个半小时。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指控乌克兰军队侵犯人权，他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向基辅施压，杜绝这种行为。普京表示，这其中包括非法暗杀反对派、绑架平民，并用他们作为人体盾牌，以及在居民区、医院和学校等地方部署重武器。所以德国跟法国是传统上欧洲里面非常重要的国家，但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很明确，德法有任何一方在谈判上，或是促使这个改变这个俄罗斯的战争、普廷的决策有明显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假设真的有一天，这个有一些比较平稳的迹象。 有可能签订所有的协议。为了落实这个协议的执行，我觉得德法还是会扮演某种程度的重要角色。俄罗斯联邦国防控制中心主任米金采夫周六也发表声明指出，民族主义分子在居民区布雷、摧毁桥梁和道路，并破坏民生基础设施。 米金采夫称，基辅方面声称没有平民或外国国民希望前往俄罗斯，但是俄方通过各种通信渠道收到的乌克兰公民以及外国人请求俄方协助撤离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来自阿塞拜疆、希腊、格鲁吉亚等16个国家的6900多名民众无法离开。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对俄方的声明作出回应。俄乌争端令乌克兰陷入人道主义危机。泽连斯基周六在记者会上再次将矛头对准北约。 指责北约缺乏勇气，在是否接纳乌克兰加入等关键问题上没有共识。Узгодженої позиції щодо того, що Україну візьмуть в НАТО, я не бачу. Не чую. Навіть коли ми говоримо про закриття неба, навіть в таких дрібницях я вважаю, для лідерів НАТО і таких важливих речах. 泽连斯基上周2曾表示，对于加入北约的问题，他现在已经不那么热衷了。所以北约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蛮明确，支持乌克兰，但是我排除直接军事介入的现象，到现在都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透露，有约1300名乌克兰军人在冲突中丧生，这是乌方首次公布这一数字。 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六正式授权额外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军备以及军事训练等援助。同一天，俄罗斯发出严重警告，运送外国武器的车队将成为俄军队的合法目标。
过去一段时间，美西方国家都向乌克兰提供了哪些武器装备？运送这些武器是否会引爆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冲突？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六，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授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些援助来自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另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的2022财年综合拨款法案，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高达136亿美元的军事、人道和经济援助。据悉，自2021年1月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总值1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当地时间周五，拜登发表讲话表示，过去1年，美国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其中包括反坦克和防空武器。We will make sure Ukraine has weapons to defend against an invading Russian force. We will send money and food and aid to save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I will welcome Ukrainian refugees. We should welcome them here with open arms if they need access. 英国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和北约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其中包括可以击落飞机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报道还援引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的话称，乌克兰人非常有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些武器。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六表示，自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摧毁乌方3593处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击毁61架直升机、126架无人机、1159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118台多管火箭炮、436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973辆军用特种车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消息则称，乌方共摧毁俄军坦克362辆、固定翼飞机58架、直升机83架、装甲车1205辆、火炮系统135套、多管火箭炮62套、防空系统33套、汽车585辆、军舰3艘和战术无人机7架。经过梳理，自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除了头盔和防弹背心等防护装备，还有突击步枪等轻型武器之外，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最多的。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不断传出有俄罗斯空天军战机被乌军击落的消息。有军事观察员指出，这与美方提供的大量单兵防空导弹有关。还有消息指，美军还派出了一批熟悉这些武器操作的军人助战，其中 FIM-92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军获得的一款主力武器。毒刺防空导弹由通用动力公司和雷神公司设计制造，可以提供针对低空目标的前向近程防御。这款导弹全重不超过16公斤，射程约为8公里，最大射高3800米，可通过肩扛或者发射车2种方式发射，配备有被动红外、紫外传感器，发射后毒刺将寻找目标飞机的发动机所产生的红外光热量。这款毒刺式导弹呢，在这个阿富汗战争时期，也就是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时期，当时美国就援助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圣战战士，给这个给当时的苏联的这个空中的飞机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危害。美国及北约还大量向乌克兰提供 FGM-148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这款导弹由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并建造，也是一种单兵便携式武器，操作简单，维护成本低，性能稳定。由于配备了高爆反坦克弹头，能够穿透600至800毫米的扎压军制装甲，对使用常规和反应装甲的坦克具有极强的杀伤力，还能用来攻击直升机。据悉，该导弹射手可以自行决定在顶部攻击或直接发射模式下使用该导弹。顶部攻击是正常的作战方式，直接发射则是在掩护下打击目标。除了标枪，法国和意大利等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米兰反坦克导弹。这款半自动制导轻型导弹适用于针对坦克、装甲车和建筑物的战斗，射程约2500米，配备有红外系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均可发射。在海湾战争中，米兰反坦克导弹还被用来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军队它还是延续它2战时候的传统，主要是靠的坦克、装甲部队和飞机向前推进。那么，这些便携式的这些反坦克武器也罢，这个毒刺式的这个防空武器也罢，那么都会对俄罗斯的这个坦克和飞机
构成这个威胁。据福布斯杂志乌克兰版统计，在北约对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的攻击下，俄方目前损失的武器装备总价高达51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拜登授权再向乌运送一批武器的当天，俄罗斯发出警告称，不会再容忍西方的武器堂而皇之地运进乌克兰。Мы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США, что оркестрируемое ими накачивание Украины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из целого ряда стран не просто опасный ход, а это действ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евращае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нвои в законные цели.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称，向乌提供武器的盟国供应线若遭俄罗斯攻击，将是危险的战争升级。有消息称，美国防长奥斯汀下周将赴布鲁塞尔，专门督促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五角大楼已经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来处理武器运送的事情。乌克兰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是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一个枢纽。据《纽约时报》报道，冲突的第一周就有约170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2000枚毒刺防空导弹被从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空运至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然后经过利沃夫运往基辅其他地方。从周五开始，俄罗斯向乌克兰西部发起进攻，利沃夫3天内2度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政府在得到西方的武器支持下，那么会给俄罗斯造成麻烦，会使得这个军事上要想速战速决的俄罗斯恐怕难以达到目标。外界注意到，美国一方面将武器源源不断运往乌克兰，但与此同时又极力回避与俄发生正面冲突。拜登当地时间周五再次重申，必须避免美俄军队在乌克兰爆发直接军事对抗，否则很可能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揭露，波兰和美国之间扯皮多日的对乌转送米格29战机一事最终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拜登亲自否决了这一提议，以免刺激普京使战况升级。对于美国来讲，他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援助乌克兰，除了他自己直接派军队进去宣布进行飞区以外，其他的提供武器的措施他都会采取。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这个通过政治来解决乌克兰危机，而是要使得这场战火延续下去最好是能够长期的拖住俄罗斯，使俄罗斯呢自顾不暇。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荣先生您好。美国拉上盟友，一边不断加码制裁俄罗斯，一边不断给乌克兰提供军火。那么您认为这些行为到底是灭火还是火上浇油呢？这个问题的简单的答案就是只能说是对俄乌局势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紧张，使冲突进一步扩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是俄罗斯跟北约、跟美国在欧洲这个安全架构、安全安排方面的战略层面的矛盾。所以，美国国内战略界一些非常知名的战略界对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本身也进行了反思，甚至呢也提出了批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北约扩张进行东扩的时候，像当年那个冷战提出冷战像乔治凯南基辛格后来历届的把美国的那个高官，像阿尔布莱特像那个什么美国的国务卿Albright 和那个其他的一些国务卿，他们都提出来要慎重最近网上和学术界和战略界我们都注意到美国的那个现实主义的那个所谓的大师是吧？那个米尔斯海默也批评美国这个北约东扩，美国这个俄罗斯政策造成了乌克兰的那个危机。欢迎回来。时隔2个月，周五，中印两军在摩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15轮军长级会谈。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显示，双方在1月12号举行的上一轮会谈基础上，继续就推动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开展讨论。
这份联合新闻稿还有哪些关键信息？在当前局势下，中印双方保持沟通对话有何重要意义？来看报道。根据中印两军周六发布的联合新闻稿显示，双方遵照两国领导人关于尽早解决剩余问题的指引，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双方重申，实现剩余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间，双方同意保持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双方同意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是否发布联合新闻稿是中印军长级会谈的一个温度计。自2020年9月22号中印两军举行第6轮军长级会谈起，双方多次发布联合新闻稿，但第11次和13次例外。当时中方由西部战区发言人发布相关消息，其中第11次会谈的消息中，中方就敦促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第13次会谈的消息中更是言明，印方就曾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但最新2轮会谈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都多次提及同意、尽早等用词，同时双方也就保持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达成共识，释放积极信号。第14轮的时候呢，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的一个新闻稿，但是当时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要突出一个维持冬季的这个西段地区的一个和平与安宁。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新闻稿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在当前这个整个的一个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一个背景下，以及那么已经冬季已经结束了，春暖花开也是中印两国这个一线部队那么活动，它可能各方面的活动啊会趋于更活跃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双方呢也达成了一个新闻稿，并且强调了那么剩余问题的解决对西段地区实控线地区的这个和平安宁以及双边关系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意义，特别是强调了呢，那么在这个剩余问题最终解决之前，那么双方呢一直要共同的维护这个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比第13轮、第14轮，那么都有了一个更积极的一个进展。自2021年2月10号，中印两军在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达成脱离接触的共识以来，双方通过前10轮军长级会谈解决了这一最容易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关键问题。此后的会谈，一方面落实和巩固前期成果，确保班公湖南北岸地区不再出现局势重新升温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着力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不过，外界也注意到，就此次联合新闻稿透露的消息来看，在有关问题上，中印双方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尽快解决剩余问题方面仍然存在阻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娄春豪对深圳卫视指出，双方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剩余问题上确实还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展现出通过谈判去化解分歧的意愿。前不久，那么美国的一个印太战略里面，那么给印度呢也是撑腰，那么要支持印度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个主导者，包括今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年份，我们知道今年是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60周年，所以在种种这种环境下，那么考虑到这种整个的一个大背景，那么我想呢，保持谈判本身来讲，它就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观察指出，印度近来持续受到美方的压力，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美西方国家试图说服印度谴责及制裁俄罗斯，但印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拒绝加入美西方的抗俄联盟。印度不仅在联合国有关谴责俄罗斯所谓入侵乌克兰的表决中多次投下弃权票，拒绝称俄罗斯为入侵者，还屡屡展现出在俄乌之间协调斡旋的姿态，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俄乌危机。印度总理莫迪多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强调有必要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下结束暴力，也呼吁普京与泽连斯基尽早举行直接会谈。印度媒体认为，莫迪政府之所以在俄乌局势中保持克制模糊策略，与印方眼下迫切的撤侨需求有关。据统计，印度在乌克兰拥有2万名侨民，其中超过18000名是在乌留学生。印度长期与俄罗斯保持融洽关系，尤其在国防装备、核能、太空等领域联系紧密。印度与俄罗斯联合研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还向俄方租借核潜艇。去年12月，普京访问新德里后，印军表示开始
始接收俄罗斯的 S-400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但特朗普和拜登都威胁要就此制裁印度。但智库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印俄两国的军事交流非常密切。2016年至2020年期间，俄罗斯23%的武器出口到了印度，占同期印度所有武器进口的49%。因此，印度希望巩固自身传统武器来源，维护以俄制武器为主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印度与美国之间是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也是美日印澳4国机制的一员，但也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国家。因此，在印度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选边站队美国之后，美方已经表现出质疑印度是否可靠的强烈声音。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就表示，鉴于印俄防务关系，美国正努力了解美国与印度共享的防务技术是否可以得到充分保护。因此，外界普遍预计，如果俄乌局势持续升温，印度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俄乌局势的恶化，应该说给印度也敲响了警钟。印度的战略界，我想呢，他们应该得出了一个启示，就是你不论其他域外势力在背后怎么拱火，无论域外势力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承诺，那么印度它都应该从自身的一个国家利益去处理它跟邻国的一个关系。那么应该是通过这种和平谈判的一个方式来照顾彼此的一个安全关切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分歧。具体到中印关系来讲呢，我觉得中印通过这个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很难解决的这种涉及到政治敏感性非常高的一个领土主权这方面的一个分歧，本身来讲呢，应该是也是展现了我们至少中方一直强调的，那么我们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分歧的这种意愿。《华尔街日报》指出，印度经济饱受通胀和疫情之苦，乌克兰危机推高油价，令莫迪政府的经济目标难以实现。现在美国还逼印度在美俄之间选边站，让迫切需要俄罗斯石油的印度十分为难。该报透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的第2天，美国就已经和印方接触。布林肯不遗余力要求印度在联大投票支持美国，但很不幸，美国游说无果，印度坚持和其余34个国家一起投下弃权票。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荣先生，时隔2个月，中印双方第15轮军长级会谈周五在摩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中印双方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不长，您觉得透露出哪些重要信息呢？这次那个第15次军长级的那个会谈，中印的这个边界问题的那个会谈，应该说呢，就是说进展得很顺利。不久前呢，王毅国委和兼外长呢，实际上在回答印度记者的提问的时候，也明确提出来，中印关系这个目前这个不正常的那个状态，这是不符合中印双方的利益的。边界问题呢，实际上双方过去几十年来有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的共识和协定，那么我们都要共同的遵守。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而不是把对方自己一方的主张强加给对方。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要跟中方相向而行，进行共同的努力来维护边界和平稳定，最终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维护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稳定，维护中印关系的总体和平、稳定、健康发展。俄乌争端中，印度中立的态度令美国不满，扬言要对印度进行制裁。那么，在美国压力下，印度还会在俄乌局势中采取模糊策略吗？印度呢是一个大国，那么印度它也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外交的政策，印度也非常的为自己的战略自主的政策呢感到自豪。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印度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的那个立场，也引起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不满。印度国内呢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就是说印度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到底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维护，通过什么方式来一方面要维护
国际这个法国际联合国的相关的联合国的那个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同时呢，也要维护跟俄罗斯的传统的这个友好的合作关系。所以看得出来，印度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比较的为难，处于一个战略两难的那个一个处境。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印度国内战略界舆论界媒体也进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说，印度的所谓的战略自主，实际上在自己本身实力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可能也很难维持。所以下一步，印度就是说，因为和俄乌冲突引发的战略自主、战略独立如何来平衡跟美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如何来维护它自身的利益方面，可能的辩论还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相关的这个政策可能也会做一定的调整。好的，谢谢荣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周六全国新增本土确诊案例1807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15例，单日新增超过3000例。这是2020年2月后全国新增本土案例最高的一天。本轮疫情已经波及到近20个省份，其中吉林省形势最为严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周六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孙春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控制局部聚集性疫情，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孙春兰指出，近期我国疫情多发频发，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疫情较重地区要从严从紧开展防控工作，扩大核酸筛查范围，加快流调排查和转运隔离，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封控区和管控区管理措施，彻底阻断社区传播，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外防输入，学校等人员聚集场所要压实四方责任，防止出现聚集性疫情。要针对奥密克戎传播特点，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群众可自行购买检测，有利于做到早发现，提高监测预警灵敏度。吉林省形势严峻，3月12号0至24时新增感染2156例，包含确诊1412例，无症状744例，其中吉林市新增感染1268例，包含确诊571例，无症状697例。目前当地已经投入使用3所方舱医院，第4所方舱医院正在施工建设。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周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确诊报告的感染者数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原因有2个。一方面反映出来，本次奥密克戎新冠病毒传播隐匿、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早期难于发现，容易形成社区传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个别地区面对疫情快速上升的形势，医疗资源的扩容能力不足，导致短时间内集中收治受限，个别地区应急处置机制不够健全，对奥密克戎病毒特点和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认识不足，研判不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到位、不彻底，落实应检尽检、应格尽格、应治尽治、应管尽管方面还有差距。目前，吉林市长春市正在接续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省内其他地区疫情总体平稳可控。
北京市周日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2例，分别在海淀区和朝阳区。上海市周日通报，当天全市新增6例本土确诊病例和55例无症状感染者。此前一天，上海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周日，上海再发布通告，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户，确需离户的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来沪返沪的人员需持有抵沪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周一起，上海全市的客运站将全部暂停营运。深圳卫健委通报，周六全天新增66例病例，其中6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周日，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疫情防控措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深圳各级机关、事业单位除承担防疫任务的工作人员外，均居家办公或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信、环卫、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与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除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除保障城市运行及公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身，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身。措施自14号到20号期间实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连续4天核酸每日一检等等。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快扑灭疫情。这些防控措施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一定程度给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和配合。内地送来的援港物资源源不断抵达香港，仅快速检测试剂包就有约2000万人份，对支持香港抗疫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物资要如何快速派发给有需要的市民？不少在香港的社团组织就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派发抗疫物资，完成援港物资的最后1公里。深圳卫视驻港记者日前就到香港深圳社团总会探访驰援抗疫一线的义工，来看报道。2月下旬以来，香港每日确诊人士激增，抗疫物资包派送需求同时上升，包括中央援港的大批抗疫物资如何快速派发给有需要的人士，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社团积极协助派发抗疫物资，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就是其中的一家。深圳卫视了解到，由于不断有人员确诊感染或成为密接，原本由10人组成的香港深圳社团总会秘书处只剩下副总干事黄宝仪1人在正常投入工作。40盒蓮花，20盒N95，10盒嗰啲顆粒，再10盒嗰個靈芝，係。黄宝仪介紹，倉庫裡存放了大批中央和社會各界的支援物資。由於人手緊缺，他現在一個人正幹着10個人的活。我看到你1個小時都沒有停下1分鐘。對，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大家一來就，基本上是同時間來的。對，所以呢，基本上就沒有時間空閒下來。對，一開始我知道只有我一個人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的確有點茫然。就是因為平時我們做這些事情呢，都是同事們一起去做的，分工合作。但這次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我就想到怎麼弄？然後後來呢，我就自己慢慢整理。我們這個簽收表呢，就是給每一個會的，它每一樣東西物品有多少樣，然後每一個貨品有多少的數量，就都寫下來。例如說測試劑，它有2188，那我就要計算它一共有多少箱整箱的，然後尾數是多少，要寫出來就按照這個數來收拾。黃寶儀坦言，每日新增確診5萬多的時候，自己心裡也非常擔心，加上之前家人還沒成功預約接種疫苗，心裡也有顧慮。然而市民對抗疫物資需求不斷增加，加上同事的鼓舞打氣，支撐着他即便在最高危的日子也沒有停工。
因为每天下班回家，我都很怕，但孩子一看到我一定要抱过来，那一刻那心理压力最重的就是回到家的那一刻。对，后来帮他们打了针，然后现在慢慢，对，然后他们有了抗体之后呢，我的这个担心就慢慢放下来了，就好一点。是，其实最担心就是家里人，是。然后您同事也是给您很多关怀啊、鼓舞啊，就一个人也可以撑下来。是，最重要就是同事们之间的互相的鼓舞啊、支持啊。与黄宝仪一起忙碌着的，还有深圳市政协委员、香港深圳社团总会青年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麦荣斌。除了捐款之外，他还常常去给确诊市民送物资。我们能有出钱出力的话，那尽量就出来帮忙。那当然，这第5波疫情，持续非常严重。那当然，我们现在在一个总会能够帮忙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捐款，做义工也好，分配物资也好，能做就做，始终就是想跟香港的一些市民告诉他们，我们是跟他们是共度这个难关。所有同事都非常非常好的，他们知道我辛苦，所以大家都在帮我忙。有一天我终于有点，感觉到自己都撑不住了，然后我就在我们秘书群里面发了一个信息出来，我就说，有没有同事可以康复了，然后可以回来上班帮我一下的？然后燕姐是第一个，然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当时我是很感动的，她就说，爸，我就看到你发了那个信息，其实我很心疼，就是她說很心疼我。我就16號咧翻嚟公司咧。用嗰啲快速測試咧，即係知道自己感染咗。後尾我就即刻收工，因為咧公司太忙啦，剩翻寶儀一個人就係啊，我見佢咁辛苦，我好翻咧，我就快啲即刻翻嚟，即係幫到幾多就幾多啦。来仓库领用抗疫物资的香港深圳宝安沙井同乡会秘书周燕对记者表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近距离接触确诊者，都让自己压力爆棚。昨天回家时，还在楼下公园忍不住大哭了一场。我昨天确实崩溃了。对，昨天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我连续从应该14号到现在，从一开始上班，上个月14号到现在没休息过，一天都没有休息，每天有10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做这份工作怎么讲呢？好像没有一点点信仰，我觉得做不了。因为我是在大陆受教育的，对，可能就是什么来着，一种换位的，一种叫悲天悯人也好，是一种换位心理也好，对吧？然后就是，可是就真的是特别需要人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但你有能力去做，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个福气吧，我觉得是这样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国内疫情似乎突然生变，全国联防联控机制会议立即进行了部署。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波疫情呢？主持人好，这一波疫情呢有点凶猛，如你所说，突然间呢20多个地方一下子出现了疫情，有的呢达到成百上千。这一波疫情呢大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染性极强，而且无症状患者比较多，无法呢及时的筛查出来，导致疫情突增。不过呢，这一波疫情呢，在欧美国家呢已经有先例。美国今年在高峰的时候呀，每日这个确诊病例呢曾经达到过100万例。亚洲国家比如韩国也有这个达到每日确诊病例20万的高点。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的奥密克戎防范还是卓有成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波疫情呢刚刚开始，如果做不到严防死守，或者呢对防疫抗疫中出现这个麻痹情绪，都会对防疫带来很不利的后果。一些地方呢出现瞒报现象，更是不应该的。全国联防联控机制会议呢在北京立即召开，部署相关的工作，划出不出现这个疫情规模性反弹的这个底线，会有力的推动疫情防控。这次防疫呢与以往还有一个不同点，对奥密克戎的传播特点呢推广抗原筛查、核酸检测的这个检测模式，让民众呢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盒自我检查，那么有望呢解决无症状患者无意识传播的问题，提高
这个检测预警灵敏度。过去2年呢，中国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这个疫情防控经验和策略。民众相信政府，政府呢服务民众。我想呀，国内是可以控制住这波疫情的。那么深圳呢是最先面临这一波疫情挑战的。尽管呀这个形势依旧严峻，但防疫工作呢是做得很到位，尽可能呢把疫情防控和工作生活相结合。这政府、医护系统、社区志愿者、媒体、居民个人呢，不用挑钱就能够弹奏出积极的同心抗疫进行曲，也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预示着呀，这奥密克戎虽然狡猾，虽然传播性比较强，但人呢，总归啊会摁住病毒的，打败病毒的。香港疫情也很严重，官方承认还没有达到峰值，30万人在家检疫和隔离。那么您认为香港能控制住疫情吗？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呢？香港的这波疫情呢，的确是够严重，抗疫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新冠疫情爆发2年了呀，这个全国的确诊人数累计10多万例，香港这1个多月来呢，已经有50多万例这个确诊病例，可见呢这个形势是多么的严峻。香港的抗疫防疫呢，它是由特区政府呀承担主体责任，但是呢，香港社会的这个组织形式则远不及内地紧密。这话说的更加直接一些呢，就是比较散漫。所以呢，面对疫情这种紧急事态，应对的效率还是不算高。但是我仍然相信呢，这个香港的疫情也是能够控制住的，只是呢需要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有3个原因。一是特区政府在切实的担负着主体责任，根据疫情呢，在实时的调整这个防疫抗疫的策略。你比如说呢，根据香港这个紧急法呀，引入新规，让内地原建临时医院、方舱医院呢变得更加容易一些。特区政府呢是听得见炮火的人，他们呢能够承担起指挥和协调作用的。二是中央支持，内地援助，将补给这个香港呀紧缺的医护人员，建设能够大规模的这个隔离需要的这个医院，提供抗疫所需要的这个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那么对香港采取的呢是有求必应、应供尽供的政策。特区政府呢和内地相关的部门也建立了联系工作机制，香港需要什么开出清单，这内地呢就尽可能的这个满足供应。那么由祖国呀作为香港抗疫的坚强后盾，特区政府领导有方，民众配合，就能够控制住疫情。3呢是在严峻的疫情之中呢，香港社会各界都开始动起来了，积极的为抗疫防疫啊贡献力量。这社团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呢，会推进香港整体性防疫防控进展的。那么香港呢有句话说得很好，团结是最强的免疫力，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够打败奥密克戎。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